タチウオとおっしゃってましたね。じゃあタチウオも一緒に。はい。はい。じゃあ最初はジャパニーズスタイルです。This one is a regular salted platamba. It's good for the fish. 它就是重现一个端炉烧最传统居酒屋，就是在榻榻米的一个房子里面怎么吃居酒屋的一个情境，是这样吗？そうな、このYes. Yes. はい、タチウオ、はい、これが焼き鳥。Yes. Baked chicken. 刚才呢，我跟次长玩了一个小游戏，就是那个烤大松上来的时候呢，我就说，哎，是不是建议我用这个清酒？然后那个市长说，哦不，应该是这个清酒。然后他刚好就吃进去了，吞下去之后他就说 ，No, I change my mind, this one。所以我就觉得，我赢了。美味しい。For me, I prefer this one. This one. Yeah, cold sake. 我确实了解了为什么，大关他们会一直坚持要做这样的日本酒，因为确实这纯米大吟酿也有它的优势，但是跟所有的这个居酒屋或者是这种很传统的日料的一个味觉呢搭配起来讲的话呢，触动人心的一种最简单，然后也最美味的一种很朴实的一个料理方式和一种佐酒方式。今天开始，我会学着试着用这种最纯粹的、最朴实的方式来品尝这种另外一层日本酒的一种美食文化。确实啊，跟那个次长在吃那顿晚餐呢，我跟林芳老师的体验是一样的。次长对于餐酒搭配非常的专业。大关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专业的一个训练呢？因为他们大关为了引进这个感官的评价，还特地去买一台机器。用机器去评估出人的感官味谱到底应该是怎么分布的，然后酒呢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象限，所以说这也是我看过他们的科研能力呢算是最厉害的一家酒造了。别看我手上这个小小的 One Cup， 它靠的这个 One Cup 呢和一些其他的酒，可以跟白鹤、月桂冠跟松鼠梅跻身于全日本制造清酒最大的前5大之一。那到底它是怎么做成的？然后大关又是怎么样去既兼顾品质又能兼顾它的一个产量呢？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大关与贴补导演 WiFi。大关呢，这个酒造在日本都是大名鼎鼎的、如雷贯耳的酒造。日本人即便不喜欢喝清酒的人，也都知道这些个酒造，他们都是很辉煌、有过辉煌历史的。我发现这些大厂啊，确实有大厂的优势，它的这个技术储备啊非常强，他们可以做出任何一款你让他们做的酒，或者说他可以做出任何一款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味道的酒，他们完全有这个能力。那么我的切入点就是说，我不需要你现在的酒，我指定一款酒，你来帮我做。那么像这种，你去跟一些个中小酒厂去要求他去做的话呢，他会费时很长时间的。他们做出来的酒是很让人惊艳的。大関株式会社はですね、この今津の地に1711年、大酒屋という屋号で創業をいたしました。でそれから1964年ですね、オリンピック、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が開催された時にワンカップを発売、そして2015年の10月にですね、業界に先立ちまして FSSC22000 を取得、それから2017年にも後者を取得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我々はですね、フードペアリングにおきましては味わいマッピングというものを活用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特にですね、味覚センサーという機械を購入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て、どの方がですねお酒を味わったとしても同じような形に、プロットする、このお酒は辛いか甘いか、それからリッチなテイストなのか、それとも薄い、どちらかというと爽やかなテイストなのか、それをこの機械につけることによって、プロット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そのプロットされたお酒をですね、この爽やかなお酒はこの料理に合うと、そういった味わいのですねマッピング、これをご提案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特に我々の代表作であるカラタンバという商品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ちらの方は海外でいうと生牡蠣、オイスターですね、こういったものにぴったりに合うというふうに私は推薦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今天我们到了西宫的大关，大关呢是日本第5大的一个清酒的一个酒造，基本上呢他们也是年生产量10万大，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大品牌。然后呢，大关到现在也314年的历史了。其实我们一般人对大关会有一些想法，就是我们永远看到的都是一些纸盒的酒，或者是像 One Cup 这些普销酒。但是呢，其实大关也有能力去做一些特别好的优质酒，比如说今天我们接下来我个人很期待的，比如说时段试入的，或者说是一些那个 Sakura， 还有就是一些他们其他的一些高端的一些清酒，也让我们借由这次的试酒，再了解到在京津滩五乡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日本酒造，他们是怎么样去维护他们的品牌，怎么样生产出好的一些清酒。最初のお酒、こちらはのものもというお酒になります。こちらの方はですね、日本でいう、スーパーですとか量販店、そちらの方で幅広く売られている最もポピュラーな我々の代表作の商品になります。この商品は大関のワンカップという商品でして、1964年に発売以来、60周年を昨年ですね迎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日本でおいてはですね、もう北は北海道から南は沖縄までどこに行ってもお買い求めいただける商品になっております。它在嘴巴的那个口感是很滑顺的。我们如果一般喝一些新口酒，你会觉得口腔呢，就是因为 dry 的话会比较干裂、干涩一点。但这款酒其实意外的，它其实在你的嘴巴里面是很滑顺的。然后呢，是那个umami的味道是比较重一点点。所以如果你喜欢喝传统的一些佐餐新酒的一些清酒的话，其实这一款也是值得推荐。60年的心血，而且随手可以买，随手可以带，那也不会造成任何的负担，是还不错的一款酒。nice。OK。弊社では大関の場合なんですけども、四季蔵といいまして、四季すべてにおいて酒造りを行っております。ただ一定の期間だけはオーバーホールで機械の整備等をやっております。基本的には、仕込みタンクおよびどういうんですかね、もろみ誘導なんかに関しては冷却装置を使って、制御しております。酒造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お酒造りに関しては、大関でやってる製法と全く、異なったところはございません。もちろん麹は自社製で、製造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製菊しております。氷を入れたらもうその一部分だけが冷えてしまうんですよね、氷。例えばもろみ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仕込みの時に一気に氷を入れますとその部分だけが冷えてしまうんですね。で私たち仕込みの場合は仕込み水って水をホースで汲むんですけども、一定のところを汲むんじゃなしに全体が冷えるように水を入れてます。で氷を入れてるやっぱりその一部分だけ冷えるっていうのがやはり怖いので、やっぱり全体が冷えるような、品質全体が一定になるように氷は使いませんね。はい、で氷を使わないように当然蒸し米もそこまで冷やしますし、で水もそこまで、1度か2度ぐらいまで冷やすような冷水器もございますんで、それを全部使用しております。はいはい、この商品はカラタンバという商品でして、辛口のお酒になります。実はですね、個人的には私がこの一番ですね、このカラタンバが好きな、会社の中で一番好きなお酒になります。で、辛口の中にも味わいとしては非常に旨味を持っておりまして、食事と一緒に合わせやすい、飲むことによっても飲み飽きしないというのが特徴のお酒になっています。接下来到了这一款我个人蛮期待的一款酒啊，这个就是我在网络上找资料的时候呢，我对于大关这款酒我个人是比较好奇的，因为时段试入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方法。一般我们在做清酒的呢都是做3段试入，但是这款酒呢它做了10段的投料，它呢是分6天，第2天一样不动，然后呢发酵时间延长到35天，所以呢这样的酒本身第一个甜度可能稍微高了一点点。跟贵酿酒有什么不一样？因为都是为了做甜酒，然后呢贵酿酒它是在最后一次3阶段最后一次是不加水，它直接加入酒，它的香气比较有那种热带水果，比如说像
像成熟的苹果、成熟的一些蜜瓜的一些味道。为什么它跟龟酿酒不一样？你喝就知道了。但这一款它用6天不断的去加，延长它的发酵时间呢，所以其实你除了甜之外，你还能喝得到米酒的那种香气跟那米酒的滋味，而且酸度保留的还非常好。这个呢，日本酒度跟大家说一下，日本酒度-30，所以呢，这个酒如果你有机会到神户，你有机会到日本，甚至你有机会来参观大关的直营店的话，你一定要买一瓶来试试看，你不会后悔的。这酒也是我很少有经验过啊。我经验一个就是 C24 龟泉的，我在做了这么多年的酒。我第2个经验就是三重山。那么我只是有跟他讲一下，就是流行的，就是有果香的，干口的，但是呢，我需要一个有酸度的，因为这样你才不会喝得腻。你看，那就是 OK。3个月之内，他就把样品寄过来，这3个样品都非常好喝。我就一喝，并且我让我们公司所有的那些日本人都来喝，每个人都一喝完了之后，哇，就有点说不出话来了。哎，哇，他说这么好喝的酒，就是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酒。我喝过很多日本酒啊，我日本的酒厂都跑过了不下100家了。但是我是觉得，在我喝过的纯米大吟酿里面，最好喝的就是这款。我还记得 David 就是石总呢，东云33的石总呢，第一次把这个3重3给我喝的时候呢，确实就如同他刚刚所说的，其实我非常的惊艳。人家说京都是福建的女酒，然后呢贪五香就所谓的男酒，原因在这个酒里面它的好的矿物质比较多，稍微硬朗一点的酒，然后喝起来呢也比较复杂有层次一点，酒体是非常滑顺的，然后呢带了一点点的复杂度跟刚性。它其实有一点颗粒感，但这颗粒感其实在酒里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好的元素，它不是粗糙的，它这个颗粒感呢是让你觉得这个酒更复杂，它有点立体性的结构感，所以这样的酒呢，除了它兼顾了一个干酒的品质之外，它也同时具有一点点新口的一个结构感，所以呢喝起来不会很腻，酸度也不错。所以呢，去搭餐的时候呢，其实这个3重3这款酒，其实我觉得任何餐都很好搭。那林芳老师为了这个3重3，还做了一个云贵川台3杯鸡。这个3杯鸡跟这个3重3怎么做结合，我其实也蛮好奇的。我还是想在经典台式3杯鸡的基础上，赋予云贵川的风味，所以我在9层塔的基础上叠加了紫苏的清香，还有花椒的鲜麻。让台式传统的浓油赤酱摆脱厚重感，呈现更具现代感的浓厚，加上草本的调性。台式3杯鸡是哪3杯？1杯酱油，1杯米酒，1杯麻油，还要姜，还要大蒜，还要9层塔。当然，它必须要有锅气，还要火候，然后炮制出来的一道算是很有名气的一个台式料理。味型风味，主调酱香浓郁，花椒轻麻。辅调紫苏9层塔，草本清香，麻油醇厚。3重3纯米大吟酿的优雅果酸跟清新酸度呢，刚好可以削弱3杯鸡的油腻感，而3甜景的纯净旨味跟紫苏草本呢，刚好可以产生平衡，削弱3杯鸡本身的厚重感，正好让3杯鸡的浓烈得到柔化哦。酱香浓郁与花椒轻麻构成高强度动力学。紫苏草本清香提供高芳香轮廓，此菜肴位于动态芳香融合区 Q1， 成功突破传统酱香厚重，实现油润感与草本提香的现代化平衡，风格复杂而优雅。我对于大关的认识呢，都来自于平田次长。后来我才知道，海外事业部的平田次长其实也是一个唎酒师，当时真的把我吓到了。难怪我跟他在端炉烧的这个宴席上呢，我们可以非常有共鸣，而且志趣相投的一直在探讨餐酒搭配的细节。从他身上我可以看到大关酒造他们在培育人才上面呢，像平田次长这样的一个职务呢，竟然也能对餐酒搭配产生这么多个人非常细致的兴趣，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关酒造在清酒制造的这个产业上呢，不只是一个产业化的一个酒造，同时也是一个人才培训的一个专业酒造。他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酒，可想而知。我还是希望就是像大关的话，他要做一些个中高端的产品来投放到国际市场，中高端的，毕竟他们有这个实力。
因为他给人的印象就是出的都是些比较便宜的酒，只不过他已经就是在人的脑子里面已经定性了，所以这点他们自己也都认识到，这些酒厂都认识到，就是如何在国际的这个清酒市场上，如何来这个扭转人们对他们的这个已经固定的看法，也是他们需要去努力的一个方面。我们到了兵库，到了西宫，一定有个地方要去看的，就是宫水的发祥地。宫水的发祥地就是在日本最早发现水质对于清酒的风味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大官还带我们去看了一个叫做金金灯塔的地方。这个金金灯塔当初就是因为在江户时代要把这个兵库这边的酒，金金这边的酒，经过那个船的港口运到全日本的地方去。当时的第5代目叫做长兵卫，他为了方便这边所有的商船在这个船舶去停靠的安全，自发性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灯塔。如今也是西宫，是一个市指定的文化财。不止如此，大官呢还跟 SSI 合作。同时呢，我手上这个 One Cup 呢，也是他发明的一个杯型，从奥运会一直到现在呢，流行日本60几年，至今不衰。我们也去看了这个 One Cup 的流水线，然后呢，它的流水线非常的壮观，它这个产量也是日本非常大的一个产量。所以呢，不管在产量的销售上，还是一个文化的积累上，甚至是一个社会责任的推广，大官都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质。所以呢，大官不是只有做酒，其實大官还在做文化，还在兼顾历史。はい、こちらはですね、先駆け、この一文字をですね、私どもとしては使わ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理由としてはですね、この大関という名前、これはですね、日本でいう相撲に由来をしている名前では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私どもがよく使っている言葉の中に、横綱という横綱、これはですね、トップランクにはなるんですけれども、横綱はそれ以上がない。大関の場合は常にですね、上を向いてチャレンジをしている、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からチャレンジ精神を持った特に先駆け精神で商品開発を進めている、そういった企業になっております。